9500F 呢，规格跟7500F 是几乎一致的，区别呢在于它更新到了Zen 5架构。在 DNF 这款贴图游戏中呢，缓存容量是至关重要的。9500F 的表现是比较亮眼，平均帧呢是明显领先了 265K 与 14600K。毒奶粉呢 ，AMD 的优势是很大的。而在 CS2 中呢，9500F 的表现同样非常不错，平均帧呢性能是明显领先一截 ，low 帧呢它的表现也是要超过 14600K。考虑到9500F 的价格呢，已经可以说是物超所值了。那从无畏契约开始呢，测试的分辨率统一设置成 2K。我们都知道啊，9500F 它的 1080P 网游肯定是很强了。那如果提升到 2K 的话呢，看看还会不会表现亮眼？那结果呢，当然是非常喜人的。AMD 呢看到无畏契约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啊，表现是遥遥领先竞争对手。也就是说，无论你是瓦学弟还是够学长，9500F 的帧数都会让你满意。绝地求生大逃杀呢，9500F 依旧具备平均帧的优势，但是 265K 的 low 帧呢会更稳一些。14600K 的表现就很一般了，而且它的功耗是最高的，综合表现是最差的。DOTA 2呢，9500F 的优势呢也是很明显的。那现在 TI 比赛呢是如火如荼啊，你问我官方用啥油，那想都不用想，肯定是 AMD 啊。英雄联盟呢跟无畏契约一样，拳头游戏呢现在 AMD 是非常的强悍，9500F 是无脑领先的。那这个 low 帧表现呢，理论上是可以吃满 2K 240帧的显示器的，全程不掉帧。星际争霸2呢，作为一款祖传的单核老游戏，9500F 的表现呢也很不错。虽然说它的频率呢只有5 GHz 吧，但是性能是一点都不含糊，2K 照样可以跟更贵的处理器谈笑风生。家园3呢是去年发布的 RTS 游戏，这款游戏呢英特尔的表现是非常糟糕的，卡顿非常频繁 ，AMD 呢就没有这个问题。帝国时代4呢也是一款 RTS 游戏，几颗处理器呢表现都很不错，这里呢14600K 的 low 帧表现是最优秀的。暗黑破坏神4呢，这里9500F 的平均帧还是领先的，但是它的 low 帧呢还是确实不如 265K 以及14600K。战争雷霆呢，9500F 的表现是很优秀的，超过了2个竞争对手。265K 的表现呢尤为糟糕，远不如14600K。最终幻想14呢，9500F 表现同样出色。以往呢这个项目中英特尔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，那现在呢也已经是被 AMD 给追上了。绝区0的光映广场呢对 CPU 的压力很大，那3颗 U 的差距呢都很小，但是其中呢14600K 的表现是最好的。怪物猎人荒野呢这款游戏优化很一般，不过英特尔呢显然在这里更有优势。9500F 呢在这款游戏的表现是一般的。战锤 40K 星际战士2呢里面有大量的重怪，对 CPU 的多核性能呢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。这里呢也算是9500F 的一个小短板吧，它的核心数量呢相对较少，所以自然呢诚意上要偏弱一些。僵尸世界大战呢9500F 的表现是很好的，基本上是超过了2颗 IU， 因此呢网游部分即便是 2K 分辨率，总的来看9500F 也是赢得多输得少，值回票价了。而单机游戏呢，目前 2K 分辨率即便是开启平衡模式， GPU 呢依旧是首要的瓶颈。最终生还者第2部的重置版呢，9500F 的平均帧呢是有一点点的优势。极限竞速地平线5呢，3颗 U 的表现几乎都一样， GPU 的理论 lost 呢都很低，说明啊3颗 U 都没有限制5080超频后的发挥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测试一个压力比较大的33号远征队，9500F 呢它的表现依旧稳健，以一点微弱的优势呢位居第一。OK， 那我们总结一下的话呢，9500F 如果单看网游的话，即便是 2K 分辨率，表现都非常出色，尤其是腾讯代理的游戏，什么 DNF 啊、英雄联盟啊、无畏契约啊等等，性能呢是要超过 265K 12.75%啊，它是能提供远超这个价位的网游体验的，它是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那至于单机游戏呢，目前来说瓶颈依旧是在 GPU，9500F 的表现呢也不差，大家呢也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但是在一些可能个别需要多核性能的游戏中呢，9500F 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乏力。不过考虑到它的定位呢，其实它就是1000元的网游入门神游，它的网游性能呢能值回票价，单机游戏它能跟上大部队，这就是大家对它的期望了。而它呢也确实做到了。那我也可以在此预言呢，等双11大促的时候呢，9500F 的版游套将会以超值的价格成为各位网游爱好者们的装机首选。游戏功耗方面呢，9500F 因为默认是锁88瓦的，但它实际控制的是很不错的，只有79瓦。那 265K 呢这代主打低功耗，玩游戏呢平均只有70瓦。而 14600K 的话呢，它玩游戏就需要106瓦了，它也是最不推荐的一颗 CPU， 它的制程工艺呢实在是太老旧了。
游戏的温度表现呢，9500F 的控制也不错，主要是88瓦的光耗墙啊，是完美的陷入了9500F。那 AMD Zen 5这代 CPU 呢，很多人都没看懂，它默认用啊就是给游戏玩家最好的甜点设置，只有内容创作者呢才有必要去开启 PBU 来获取额外的多核性能。对于游戏玩家来说呢，开启 PBU 性能提升是微乎其微的，那功耗呢反而是高了不少。我曾经在970X 首发的时候呢，使用了这个新 U 太冷这个标题呢去描述它的默认表现。那下期内容呢，我也会回顾一下这颗首发时饱受非议的 CPU。如果你认为呢我这种废话少说的 PC 评测很对你的胃口，欢迎关注侦探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